近日提到航天，不能不提到中国嫦娥5号探月成功，惹得美国眼红，立即颁布新计划。对此，中国专家宋忠平发出警告。据欧亚时报报道，随着近年来中国在太空领域中日益显著的研究成果，让美国深感危机。为此，美国在近日颁布了一项太空政策指令6的政策，而这项政策的颁布恰逢中国嫦娥5号完成月球采样任务返回之际，不难看出美国在太空领域的针对中国航天业发展的意图。而中国专家宋忠平先生也发出警告，美国的太空政策将把中国拖入太空武器化竞赛。据悉，今年早些时候，美国还提出了阿尔密斯协定，允许利用登月资源获取商业利益，并表示着该国航天器的着陆点周围可以建立安全区。这也就是事实上的月球区域所有权，无疑是将太空领域由世界各国航天业都可以探索变成各国私有。这是联合国外层空间条约明令所禁止的，同时也违反国际社会月球条约对利用外层空间不受主权、使用或占领或其他任何方式的国家拨款的规定。据报道，根据月球土壤中富含的氦三可以通过核聚变产生能量的信息，让科研人员推断月球表面应该有裂变动力系统，可扩展至40千瓦或更高的功率范围。而月球的这项优势也被美国看中，企图制定政策使其为自己所用。其中，美国近日颁布的太空政策指令6政策，表明美国将负责任和有效利用太空核电和推进系统的国家战略，计划在2027年之前在月球上建立一座核电站，表示它将持续支持美国对月球存在和火星探测做出贡献。不过，宋忠平先生发出警告，他表示，美国在 SPD6 设想的空间核动力和推进美国的国家战略中，这种行为终将导致美国未来对月球研究演变成商业军事利益。而不管其对月球以及太空环境造成的损害如何，其中美国最有可能的行为便是借开发核材料的核电站的名义，将月球变成核武器的生产地。一旦美国在太空领域的核武器生产厂在太空建成，它不仅会对太空环境带来严重的污染，还将危害中国以及世界各国的安危。因此，中国当然不可能任由美国抢占先机，在月球上建造军事基地。但在这种情况下，就像罗纳德·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与1980年代的苏联一样，中国显而易见要同美国在太空领域展开竞争和争夺，而这种军备竞赛无论输赢都将消耗大量钱财与资源。个人认为，中国当然不能放任美国在太空领域建设自己的基地，除了核动力将危害到各国的战略弹道部署，让美国真的成为无人敢动的霸主，还有可能借太空优势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本土实施战略打击的危害，甚至中国等国家在太空中的军事卫星等基础设施部署，以及未来空间站的安全性，也将是一大危害。近日，继零七五型首舰海试仅过去139天的时间里，零七五型2号舰也完成了首次海试，这速度不禁让人猜测，难道075武装直升机配件齐全了？据观察网12月22日报道，早上12月22日上午7点左右，我国新一代两栖攻击舰2号舰进行了首次海试，距离075型首舰海试仅隔139天，一年内接连2艘大型平甲板载机舰先后海试，不免让人感叹，真的是中国速度的同时。推测分析，075型海试这么迫切，难道是直20产能的新型武装直升机配件齐全了？据报道，根据网上民间拍摄者的照片，可以看到清晨之际，075型背光而行，在薄雾中半隐半现。虽然无法看清舰上细节，但075型却仿佛跳出照片，浮现在眼前，徐徐向着自己驶来，不得不让人叹服。075不愧为我国又一型大型舰载机作战平台，真的气势磅礴。而接连2艘075型的海试，不禁让人期待未来2艘075型的服役，为我国海军的登陆作战实力再提一层。据悉，075型两栖攻击舰作为大型平甲板载机舰，满载排水量35000到4万吨，在载机方面主要搭载起降近30架各型直升机，并设有雾舱，可以作为登陆艇、气垫登陆艇和两栖车载的母船，同时进行士兵、步兵战车、坦克输送等。因此，075型又被称作是我国为未来的登陆作战输送战斗力准备的。除了登陆作战外，2艘075型两栖攻击舰的迫切海试，不由让人猜测075型这是武直配件齐全了。这是肯定的。首先，直20舰载版今年也被拍到飞行状态的照片，经过网上各方推测分析，能够看出来国产直20直升机舰载多用途版换装改进不少，其中高压机轮换装，后支柱也得到加强，尾轮移至机身后部，从单轮改为双轮，提高了直20舰上起降的安全性。同时，作战能力与美海军的 MH60R 海鹰直升机相当的直20舰载机安装了更多的设备，比如新型圆盘状雷达，类似 APS-147多模式雷达。
达，可自行发现并追踪高达255个海上目标，还有提供远程和短距搜索能力的逆合成孔径雷达成像、声探测和潜望镜等装备。并且直20机身也增添武器挂件，推测未来可携带轻型反舰、鱼雷等武器对地方军舰展开打击。除了直20舰载版，新一代 AR500B 舰载无人直升机与下一代舰载直升机可能更受大众期待。据悉，12月初 AR500B 舰载无人直升机成功首飞，或将在不久后服役，填补我国在小型舰载无人直升机领域的空白。还有今年与2艘075型同款的全新大型舰载无人直升机模型，经分析该机型结构设计满足海上特殊需求，体型逼近直11，届时起飞重量极有可能超过 1.5 吨，载荷高达250公斤，最大时速在230公里每小时，无线电遥控半径约250公里左右，或将成为中国版的火力侦察兵。不过新一代舰载直升机何时服役，这就不太确定了，但它的出现至少可以肯定直20舰载版已经研发成功并且量产。而且现在075型2号舰也在今日进行了首次海试，今年中国海军的收获可谓是大丰收，足以让国外眼红中国海军发展建设成果。罕见卫星捕捉中美军舰同框，美海军擅闯南沙岛礁，全程监控一切行动都在视野，还敢不敢轻举妄动？敬请关注本期内容。在12月22号，南海战略态势感知智库发布了一张卫星图片，在该图片中，大家可以看到有2艘军舰一前一后，而根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智库称，该卫星是在南沙群岛东北海域捕捉到了疑似中国海军054A 型护卫舰跟踪并且监视美国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的罕见画面。在12月22号，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礼空军大校就已经对美国军舰擅闯我国南沙岛礁邻近海域的这一事件发表了谈话。田军礼大校表示，美国麦凯恩号驱逐舰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就擅闯我国南沙岛礁邻近海域，这是严重损害我国主权和安全的行为，并且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因此当天在发现之后，我国南部战区立即组织海空兵力对其予以警告和驱离。现如今，该卫星图片也验证了这一说法。其实今年以来，美国军舰和战斗机、侦察机等在我国边境海域出动越来越频繁，特别是下半年以来，美国的行动越发猖狂。可能大家看到这种新闻都会很奇怪，为什么没有看到我军的行动与回应？此次擅闯的麦凯恩号驱逐舰是美国海军阿里伯克级驱逐舰的第5艘，它是从1994年服役一直至今，并且它早在2001年就开始常驻东亚，并且在2008年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抵达东亚并且进行部署之后，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就开始一直伴随其左右。而今年也并不是他第一次擅闯我国海域，在今年10月9号，麦凯恩号就擅自闯入了我国西沙领海，那一次也是全程遭到了我国南部战区组织的海空兵力对其进行的跟踪监视，并予以驱离。然而没过多久，在11月25号，该舰又到了俄远东地区的彼得大帝湾海域，并且随后闯入了俄方领海2公里，之后就立马被紧随其后的俄军反潜驱逐舰拦截。俄舰对其警告，如若继续擅闯，那么俄军舰将可能使用冲撞机能将其赶出。因此美舰立即改变了其航线向公海驶去，并且其再没有再次企图进入俄方领海。可能许多人看到这会认为，我们也应该这么做，对美舰进行威慑。不过我军可并非什么都没做，此次爆出的卫星图片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我方报道一直是相当克制的，许多消息都不会放出来。此次的卫星图片正是对近来已经蠢蠢欲动的某些势力的一些警告。卫星图片就是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你方舰船都在我方的视野之下，我们天上的眼睛时刻盯着你，看你敢不敢轻举妄动。敢动的话，前段时间试射的东风导弹就正好可以派上用场了。